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Handyman to You Channel， 我是马西翁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改低排水管。Drop it。通常新屋子你都会看到啦，会有这样子的情况，发展商会给你一个普通的一个盆，可是这个盆呢它不是很深吧啦。由于我们买了新家会装修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会换比较深的盆。但是如果你换了新的盆过后啦，你这里会比较深，大概到这个位置，你就比较难放 bottom trap 了，或者是几乎讲是放不到 bottom trap 了，因为你买那个 bottom trap， 然后过后它排水的位置呢，应该是在这里，它都去不到这里了，所以变到排水会很慢。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啦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排水管改低它了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marking 啦，这样 marking 是怎么样讲呢？我们要打洞是打在哪个位置了？所以简单来讲呢，这个旧的我们就不要理它，我们先把这个拆出来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了，这里呢，它有一粒 elbow， 所以这个 idea 呢是我们要切开这个墙面，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 elbow 安装下去了。敲这个的时候，我们也要看情况啦。水管是大概是这个位置，所以就是讲我们要做 marking 是做这两边咯。这个就是我们要切割的位置了。然后这种切割东西，我是不是很建议你们自己做了？因为毕竟你用这把磨机刀啦，的确是很危险一下的。如果你没有相熟的经验的话啦，真的，我不建议你们这样子做。我拍这个 video 的目的呢，其实是想分享整个过程啦，给你们一个 idea 啦，是怎么样种出来的。所以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这个是你要即将用到的工具还有器材，就是一个 angle grinder， 然后要安上这个切 tiles 的刀片咯 ，extension wire， 如果你不够长的话，你肯定是要用到。然后你需要用到一架 hacking machine 啦，等下我才 show 你们看看啦，这个。做这种危险动作之前我们要做好安全的措施了，因为这个 tiles 的碎片是很利一下的啦，所以我们要穿上手套，然后戴口罩咯，当然。在这切割工作的之前我要先讲解一下啦。你可以看到旁边这里这个就是 tiles 的那个厚度了。所以等下我们切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切到太深了。我们拿这个磨机啦，其实是要切割那个 tiles 的表面罢了，大概一个整8 mm 这样子啦。所以你磨机你不会下太深，你要下到差不多这样。因为它这里有水管，如果是 common sense 来讲啦 ，common sense 它应该是往上的嘛。可是你知道它往左边还是右边的话呢，就不小心切到了。所以我们切这里的时候是没有问题。可是我们当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就要小心了，开始切割了。在切这当儿你要小心咯，就是2个手一定要同时间握着那个磨机，然后也要一直检查了那个深度咯，不可以切得太深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拿这个 hacking machine。这架 hacking machine 呢，就跟之前我 conceal 墙壁那个不同了，这个就是比较大架一点啦。这架大架 hacking machine 呢，跟我之前那个视频用的呢是有点不同啦，因为由于这个墙壁它是 concrete 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架机咯？所以我们当用这架大架的 hacking machine 它虽然是有点重量啦，可是你敲的时候就会比另外一架呢就简单一点啦。其实这个我们敲的时候我们就是围绕着整个 pipe 的旁边，然后确保你的手可以伸到后面这是因为等下我们要插钢可以插到那 pipe 的后面
然后现在就是我用我的这个 saber saw 来把那 pipe 切出来咯。如果你没有 saber saw 的话啦，其实你可以拿 hacksaw 来代替啦，未必要用这个 saber saw 啦。然后就是放那个 elbow 的位置，接下来就是要切下面咯，看了 elbow 位置在哪里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切割咯。之后呢，我们就拿纸袋塞着这个洞口咯，确保不会有沙石头跌进去咯。然后我们再稍微再敲点点，如果是有必要的话啦，就用锤子还有曲子在后面那边稍微敲点点咯。因为我们要整个 pipe 的后面呢都要插到 gum 的关系啦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敲了？然后好了呢，就直接插上 gum。然后我们就直接把 elbow 放上去咯。然后我们就试下插回刚才那个 pipe， 看看它是不是否在中间的位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准备stopping powder 啦，这个是石膏粉啦。为什么我们用石膏粉呢？是因为它比较快干啦，然后我们掺出来的那个效果啦，就不要太过水咯，尽量就给它干咯，给它黏黏这样子咯。因为如果是太过水的话，我们放上去了，它会容易跌出来，所以我们要掺到它比较干，然后我们插上去的时候呢，就比较容易刺到那墙的表面啦。用 stopping 的好处呢，就是因为你掺了水的话比较快干嘛，所以呢它很快可以定型了。它定型了，当然你就可以看怎么样来填满那个洞咯，所以做工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了。接下来补了过后呢，我们就稍微扭转下那个 pipe， 因为我们要那个洞口啦，给它漂亮一点啦。然后上面那个旧的 pipe 我们可以切掉好咯，好像我刚才讲的，你没有这个，你可以拿 hacksaw 来锯了。然后我们就拿纸袋塞着那洞口，然后拿剩下那个 stopping 也补埋上面的那个洞口咯。好像刚才我讲的，因为这 stopping 很快干嘛，然后刚才我们补了一个粗的那个一面，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要补滑它了。这个补不补滑呢是看自己啦，因为反正后面都会盖一个板的。最重要就是把那个洞口啦，pipe 后面的那些洞口填掉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补好的效果了。整个过程呢就是这样子罢了，所以这个其实你不用担心它后面怎么样不漂亮还是怎么样，因为你安厨的时候啦，它都会开两个洞，一个洞就是给这个开关水的，另外一个小的洞就是给这个排水管咯。厨后面有一个背板的嘛，所以这些看不到的就没有理它。其实在这里呢，我懂很多人讲为什么你不要用洗面补啊还是什么啦，其实呢那个 idea 啦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洞啊填掉啊罢了。你拿洗面补是好啦，可是你需要准备很多东西咯。然后毕竟
你过后你都盖板了，你都没有动它了嘛，你只是要填那个洞吧嘛，你不补都可以，你不补的话，你后面都有板的，补掉它的话哦，你就是拿白灰咯，最快咯。白灰呢，它很快干。你看我现在可以敲它，我都可以摸那个表面了，所以不用太在意哦，这个是拿洗面来补，还是拿白灰来补哦。接下来工作呢，就是交给前面的人安好厨过后，然后才 connect 这些 plumbing 的东西啦。Hello， 大家，在我身后呢，就是已经完成了的 kitchen cabinet， 所以现在就是轮到我做 plumbing 的 connection join 咯。其实呢，连接厨房的排水管啊，我之前是有拍过了好几个视频啦。所以说你要看到更多详情的话，你可以按回上面那个 link 啦，来看我怎么样连接咯。在这里我也没有多讲什么啦，等下按好了过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欣赏那个完成品啦。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啦，所以这个就是改滴出水盆的整个过程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这个 channel 的朋友，我这 channel 考到怎么弄电啊、弄水啊、装修啊、美化家里啊这类型的 video，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的朋友，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， 然后打开旁边那个小铃铛哦，这样子呢，我新的影片呢，你就不会错过了。还有，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啊，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哦，让我知道咯，让我们来一起讨论哦，看怎么样来 settle 你的问题啊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啦，记得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啦。这里应该没有什么要补充了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罢了咯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这个是 Handyman to You Channel， 我是马修哦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很好，这个墙短它实心了。